我们前一支影片分享了有关于产假薪资计算的各项注意事项，其中有提到一个案例是就算雇主后来发现少发了薪资而又再补发，仍然会被劳工局认定违法而开罚。其实每个劳工都有机会领到的加班费呢，也很有可能会有一样的状况。有些雇主可能是故意不发加班费，但也有些呢，或许是不清楚法令的规定而不小心少发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能会因此而面临到2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决定从基础出发，让大家了解有关于法令所定的加班费计算方式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回头看看我们去年制作的一些影片其实有些影片讨论的都是常见的议题，可是其实内容都是稍微再进阶一点点的。所以我想说偶尔还是要穿插一些基本的主题，除了可以让职场新鲜人多了解一下自己的权利，雇主或是人资们也可以再重新温习一下这些重要的规范哦。坦白说，计算加班费其实并不会很困难，可是要初步先厘清的是工作时间以及休假的约定，再来则是要判断计算加班费的基础，也就是平日每小时工资额之后，后面算出来的加班费才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想要验算自己领到的加班费是否正确的话，很推荐大家可以透过劳动部建立的加班费试算系统，先选择自己是月薪制或时薪制的人员，接着再把相关的条件输入之后，就可以计算出来法定的加班费了。从系统中可以看到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先输入月工资总额，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出平日每小时工资额了。不过这边所写的月工资总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很深入讨论的话，这个阶段其实也可以单独制作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细节。不过在此我先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假如劳资双方约定发给的某一个薪资项目，如果会跟个别员工努力工作的程度、付出的辛劳有关，或是跟出勤状况有高度的连结的话，我们就会说这项工资项目会具有劳务对价性以及经常性给予的性质。在劳基法上呢，我们就会称为工资。常见的像是全勤奖金、伙食津贴、职务加给、技术津贴、轮班津贴等等的项目，都有蛮高的可能性呢会被认定属于工资的性质。当我们要计算月薪制劳工加班费的基础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工资项目加总起来，除以30天，再除以8小时，来换算出平日每小时工资额。接下来再依照出勤时段的加班费费率来去计算加班费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如果有企业只用底薪或是少了某个具有工资性质的项目的话，后面计算加班费的费率虽然都没有错，可是实际上还是会少算了加班费的总额，那么就会因此而违反了劳动法令的规定了。另外再补充一下，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种的计算方式，以上只是提供绝大多数的情况让各位参考。如果劳资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话，基本上就以这种方式来计算就可以了。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参考我以前写过的这篇文章，就可以更进一步知道其他的算法咯。我们在厘清了平日每小时工资额之后，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要知道哪些情况会算是加班的。其实我们一般所说的加班，指的是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情况之下，有继续工作或是出勤的情形。所以只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正常工作时间，也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会算是加班了。我们以一般周休2日的上班族情况来看由于法定正常工时是1日最多8个小时，1周最多40小时，同时又要遵守1例1休的规定，因此周一到周五的期间，每天扣掉休息时间后的8个小时，就会算是正常工作时间。在此以外的工作都会算是加班了，只是在不同情况之下的加班费计算，在费率以及一些条件之上会有所不同而已。另外在这边想要跟大家提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休息日以及例假，法令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是要在周六或是周日，所以如果是排班制的员工，那就务必要跳脱这个周休2日的思维。如果没有实施变形工时制度的话，那就是以7天为一个周期，在周期内呢，先排定1天休息日以及1天例假，并且注意排定例假的那一天基本上是不能出勤工作的，同时也不能有连续工作超过6天的情况。掌握好了这些工时原则以及框架，就算是排班制的员工也可以知道正常工作时间是在什么时候，计算加班费的时候也才不会被混淆了。如果还是不太能理解的话，建议就多方找一些资讯，然后多看几次我们的影片吧。接下来我就逐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加班费到底应该要怎么计算吧。
首先是平常日加班的情况，我们一样以固定休周六、周日，然后周一到周五扣掉休息时间后上班8个小时的情况为例，只要超过8个小时之后的工作就会算是加班了。依照劳基法第24条的规定呢，前2个小时要以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1又1/3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计算1.34倍。如果再继续加班到第3个小时之后呢，则要加给1又2/3倍，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1.67倍。顺带补充一下，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加班费要计算1.33倍或1.66倍，这个时候啊，我都会善意的提醒，这样子计算是会有一些风险的。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劳基法第24条的用字，都是以分数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如果只用1.33倍来计算，其实就会舍去了后面的0.003以后的金额。当然啦，计算出来的落差一定是非常小的，可是只要少给1块钱啊，其实严格来说也是违反法令规定。与其承担这个风险，不如就稍微多给一点点加班费吧。接下来是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费了。我在前面的部分已经有提过了例假以及休息日的排定原则。之所以要区分这2种休假的用词，主要是因为这2种假别的法令依据以及出勤条件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休息日只要付加班费就可以出勤工作，可是例假日基本上是不能出来加班的。一旦这2天都有工作的话，再加上原本平常工作日以后啊，就会有连续工作超过6天的情况。那这样子就会违反劳基法第36条的规定了。如果在休息日出勤工作的话，跟平日加班的计算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的，那就是工作的前2个小时要加给1.34倍，第3个小时到第8个小时呢，则是加给1.67倍。可是如果加班超过8小时之后啊，就要计算2.67倍了。有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超过8个小时之后要给到这么高的费率呢？还记得我们前面提过的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吗？其实月薪制劳工所领到的月薪啊，对价是整个月内每天8小时的薪资，所以就算遇到休息日或是例假的时候，薪资也会照常包含在月薪之内来发给。但是如果休息日出勤工作超过8个小时之后呢，月薪就没有涵盖到这个部分了。所以除了发给平日每小时工资额的1.67倍之外，还要再给予额外1倍的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合计起来呢，才是计算了2.67倍的加班费。如果觉得这样子的加班费太高的话，那建议雇主们啊，就让员工在8小时之内赶紧下班吧。去年我们曾经制作过一支影片，分享了有关于国定假日的相关注意事项，其中有提到啊，国定假日原则上应该是直接免除掉劳工当天的出勤义务了。就算真的有工作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用发给加班费、协商调移或是择日补休的方式，选择其中一种呢，来作为国假让员工出勤的补偿。国定假日出勤的加班费算起来其实是最简单的。对于月薪制全时劳工来说，如果出勤在8小时以内的话，不管工作几个小时，都应该要发给1日或是8小时的平日每小时工资额来作为加班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是依照劳动部过去的解释啊，劳工在国假就算工作不满8个小时，也会影响到他整天的假日运用，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加给1日的工资。至于超过8个小时之后的话，那就比照一般平常日加班的费率，也就是加班的前2个小时以及后2个小时，分别计算1.34倍以及1.67倍就可以了。最后是例假日出勤的情况了，但是这个部分呢，我建议可以听听就好，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不太有机会可以合法的在例假日出勤工作，甚至你可以直接当做例假日基本上都不能加班就好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例假日加班的法源依据吧。依照劳基法第40条的规定，只有在发生天灾事变或是突发事件的时候，雇主才可以停止劳工的例假，并且要求出勤工作。停止假期的工资呢，除了原本月薪就已经有涵盖之外，还需要再额外加给1天的工资，以及事后在7天之内排定1天的有薪补休。更重要的是啊，还需要在事后的24小时之内呢，详细的说明要让员工加班的理由，再报请当地的主管机关来核备。简单来说啊，例假出勤不只对雇主来说成本最高，能让员工加班出勤的要件也是最严格的。就算该给的钱跟补休都有给了，可是如果并不符合特殊事由的话，主管机关可能也不会准予核备，实质上啊，还是会属于违法的例假出勤。
我个人以前还在地方政府的劳工局工作的时候啊，就曾经短暂办理过例假出勤的核备审查作业。坦白说，真的会依法来报核备的，其实已经算是相对少数了。可是其中还是会有我们难以认定属于特殊情形的案件而予以驳回。举例来说啊，若是制造业因为机械设备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停止部分员工的例假来进行抢修的话，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就会符合法定的要件。可是，如果是为了进行岁修这种可以预期的作业，那对主管机关来说，应该会觉得可以透过事先人力的安排来处理。那这样子的情况就不能算是特殊情形了。其实，劳动部的前身，也就是劳委会，曾经在87年的时候，针对事变以及突发事件有做出定义上的解释。像是比较常会用来当作加班理由的突发事件，需要是没有办法事前预知，并非循环性，而且事件需要当下紧急处理才算，不能任意由雇主自行解读以及认定。这点啊，真的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这4种加班费的计算方式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眼花缭乱呢？我个人也觉得啊，既然一例一休修法都已经将近10年左右了，或许可以考虑整合一下这些制度，例如稍微提高加班费的计算费率，并且让休息日以及国定假日的出勤加班费计算方式一致。对劳方来说，权益可能可以稍微提升，对资方来说也才不会因为法规的复杂而不慎就触发了。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咯。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